今天来吃一个便宜的牛骨髓。好的，先来处理一下牛骨髓，放到盒子里，倒水浸没牛骨髓，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过夜，这样是为了把里面的血水泡出来。接下来处理一下牛肉，这个算是韩国人的处理方法，不过我弄得比较精细一点，没有用大块的肋排。肋排去骨去筋以后，得到这么一小块肉，在边缘按大概半厘米的厚度切下去，留半厘米不要切断，把切开的肉铺平，然后横向片进去，同样留半厘米不要切断，把肉往后滚动，就这么沿着边缘一面一面的把这块肉切成一片厚薄均匀的肉片。这个不是很难啊，刀要锋利，不熟练的话慢慢切，尽量不要切断。接下来按照45度角，大概以半厘米的间距浅浅的划断肉的纤维，不要用力让刀刃的重力作用就可以了，手指控制方向。然后翻过来，另一面如法炮制牛肋排的肉其实属于比较老的部位，但是油脂丰富，划断纤维呢可以让口感变嫩。接下来腌制一下牛肉片，把梨子和洋葱分别擦溶，然后把汁水挤在牛肉片上。汁水不仅有调味的作用，同时含有酶呢，也有嫩肉的功能。然后撒上一些欧芹碎，充分的揉搓均匀。为什么要卷起来呢？因为我喜欢。同样放在冰箱里腌制过夜。好的，第二天到了把牛骨髓拿出来，这个时候血水已经浸泡出来了，把水倒掉，然后再用牛奶浸泡。为什么要这样呢？牛骨髓、牛奶都是牛身上的，应该没有什么不同颜色好看，去腥增香。接下来做一点脆面包片面包切薄片，然后刷一点油。用胡椒和盐调味，然后在烤箱里烤脆，注意看着点火很容易糊的。接下来做个爽口小菜因为牛骨髓其实就是脂肪嘛，需要比较冲一点的味道，可以去腥解腻。我用了欧芹、红葱、橄榄油、柠檬汁昨天生的梨子也来一点。接下来把腌好的牛肉稍微刷上点油，用胡椒和盐调味。最后来准备这个牛骨髓把牛奶倒掉，然后用厨房纸撇干，黑胡椒和盐调味，来点柠檬皮、香草、黄油。BBQ 在外面我早都烧好了，试一下温度，一定要够热然后把牛骨髓面朝下放上去。为什么要够热呢？因为我只想给牛骨髓快速上一个色，骨髓它是脂肪来的嘛，面朝下烤的时间太久，那不全都流走了个鬼，还吃个屁。所以快速上色以后，赶紧翻过来，烤到骨髓咕嘟咕嘟就可以拿出来备用了。接下来把腌好的牛肉片放上去，牛肉片很薄，很容易熟。哎呀，头顶这个直升机很讨厌，是不是在偷窥我做饭呀？腌过的牛肉片很嫩即便烤的稍微焦一点，口感也不会老。我喜欢吃稍微焦一点的，因为这个部位的脂肪含量很高，一口咬下去直流油，焦一点更好吃。哎呀，看这个颜色，口水有点忍不住了。好的，随便摆个盘东西太多堆得满满的，看起来没那么精致，但是还是很有食欲的。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中式西红柿沙沙酱，其实这是我用来拌凉面吃的但是跟这个搭配味道居然一点都不违和终于可以开吃了。为什么今天是我一个人吃呢？因为这是去年拍的视频，小朋友应该还在上学没有回来今天吃个独食又是去年拍的视频，窖藏1年，没有想到吧？
不想说话。来片这个只有骨髓和面包片的，加点沙拉。好香啊！那骨髓就像是黄油一样，但是比黄油的层次更加的丰富。哇，这个牛肉超级嫩，真的，就香又嫩，无敌了。好了，我就吃播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